超级航母是核动力好还是常规动力好？美国的福特号与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似乎在向我们说明，只要选择恰当，都很好。这两艘都是21世纪最为先进的航母，但福特使用了核动力，而伊丽莎白女王则使用了常规动力。为什么？核与非核究竟有哪些优势与劣势呢？今天咱们就来简单聊聊。美国的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于1961年开始服役，到了2012年才正式退役，服务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但你猜猜它加了几次油呢？3次。分别是在1964、1970和1990。这个通常就被认为是使用核动力最大的优势了，几乎可以实现无限续航的里程。不过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相比起航母、潜艇甚至驱逐舰、巡洋舰，在使用核动力上呢，步子都要迈得更早一些。其中的理由显而易见，核动力对于潜艇而言带来了一种可以长期在水下隔绝空气的环境里面运转的能力，真正实现了潜艇潜的本事，赋予了它几乎无限的水下潜航能力。而相比之下，以前的那些柴电动力潜艇大多数的时间都只能待在水面以上，顶多算是可潜的舰艇而已。为潜艇证明这事儿，还真是非得要落到核动力的肩膀上。所以核动力与潜艇很有必要。再来看像是现代巡洋舰和驱逐舰这一级别的水面舰艇，它们其实也是有续航焦虑的。受限于舰体空间，它们能够携带的燃料呢是有限的，少一点就700-800吨，最多呢也不会超过2000吨。以20节的巡航速度来算，只能持续开上4000到6000海里，仍然无法满足长航程跨战区的部署任务，中间非得要减压速度来进行多次的海上加油才行。如果给他们安排上核动力，一下子把续航里程提高到数十万海里的水平，当然是大大的好的。所以核动力与驱逐舰也有明显的优势。好，那么到了航母身上呢，前面的2个问题它都不是问题了。第一，航母的动力系统呢根本就没有在隔绝空气的环境下作业的需求嘛。第二，航母的舰体有着充分的空间来携带燃料，续航焦虑在它这儿呢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比如2战时期的美国埃塞克斯级与中途岛级航母，可以分别携带6000与10000吨的燃料，15节速度下的标准航程可以达到2万海里。再比如后来的弗莱斯特级与小鹰级，在携带了8000吨燃料后，能够以20节的速度续航1.2万海里，满足绝大多数作战部署的需求，已经绰绰有余了。所以核动力的无限续航对于航母的吸引力真的是一点都不大而且无限续航对于航母来说，更像是一个伪命题。原因有2一是解决了航母本身的续航问题，就真的完事儿了吗？没有难道航母上的舰载机它不喝油吗？它们对于燃油的饥渴程度那是远胜于航母本身的。所以航母不仅要解决自己的燃料问题，还要一并将舰载机的燃料问题解决了才行。那就是同时携带大量的航空燃油，所以即便航母不加油，在训练或者参与战斗时，也免不了要每隔几天就为舰载机停下来接受一次补给的操作了嘛。对了还包括食物、弹药等等人和机都需要的后勤物资，它们也不是能够从原子核当中碰出来的。第二，你有见过航母单独行动吗？不会嘛，它一定是需要跟别的舰艇，比如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等组成战斗编队才行的。于是无限续航的要求就扩展到了整个编队里面的全部舰艇了。要是其中有一艘是需要时不时停下来加油的常规动力舰艇的话，你核动力航母的无限续航就彻底失去了意义嘛。遗憾的是，全核动力航母编队，美国只象征性的秀了1次，而且显然还是阉割版的编队了。只有一艘长滩号核动力导弹巡洋舰和一艘班布里奇号核动力导弹护卫舰陪着企业号来了一次所谓的海环行动而已。秀肌肉的目的呢是达到了，但无限续航的说服力反而更弱了。那干嘛还要核动力？它真正的魅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在动力，具体点说是在庞大的电力输出与蒸汽动力的余裕上，它可以在以下这几个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是随着电子装备数量的持续增加，现代航母的电力消耗急剧攀升，对电力输出的需求呢就明显变得更高了。而对于常规动力航母来说，它的锅炉当中产生的蒸汽需要同时承担驱动推进系统、驱动电力系统和驱动蒸汽弹射器的任务。在3者的需求都变得旺盛时呢，就开始力不从心了，必须要小心翼翼的在3者之间维持平衡，才能避免因为用蒸汽发电太多而影响到推进动力和弹射动力的问题。
题。而核动力可以几近无限持续的供应蒸汽输出，就既能让大胃口的电气设备吃到饱，也能够让推进系统不必担心掉链子，可以长时间的保持30节以上的速度航行，为舰载机的弹射呢提高了效率，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被对方鱼雷和导弹锁定的可能了。当然弹射所需要的蒸汽也可以留得足足的，或者要是不想使用蒸汽，改用更先进的电磁弹射的话，那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核动力赋予出来的电力喂饱电磁弹射，那是毫无问题的。然后还有一个，也许能够叫做次生好处了。那就是因为没有了需要排烟的烟囱之后呢，舰岛可以变得更小了，为飞行甲板留出了更多的空间，也让停在上面的飞机彻底消除了废气带来的腐蚀问题，整个甲板的作业效率变得更高了。美国的航母全部采用的都是弹射起飞、拦阻索回收的舰载机模式，它当然对动力输出就看得很重，再加上它的目标是全球部署，经常跨越的是宽度接近2万公里的太平洋。虽然核动力不能带来真正的无限续航，但是体积较小的它却的确允许航母带上更多的航空燃油与其他物资，对于拉长补给周期呢，还是有一定好处的。最后，它军费多啊，虽然贵，是贵得不得了啊。建造成本就已经比常规动力高出了至少50%，运营成本还要继续高出30%到50%，到了退役还不能往外卖，又是一笔不小的损失。算下来啊，就算是财大气粗的美国人呢，都是咬紧了牙关硬撑着的。那军费只有它10几分之一的英国是怎么也撑不起来了嘛？而且虽然英国自己也有核潜艇，也有能够设计、操作、运营、建载核设施的工程人员，但是相比起美国，数量就少太多了。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伊丽莎白女王号造成核动力的话，就不得不面临向美国引进更多人才的情况。因为设计核动力航母不仅复杂，容错的弹性还很低。要是一开始考虑的不周全，后面再改，几乎就是推倒重来了。跟常规动力航母允许有个20%到30%的调整空间比起来呢，难度明显上升啊。又贵又不能完全自主，那这事儿就容不得商量。英国人需要的航母就不能是个核动力的了。而且看起来常规动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完全够用啊。首先它没那么大，其次它没有理由开到太平洋上去啊。最后，它连个弹射器都用不到，采用的是短距起飞、垂直回收的 F-35B， 又进一步的给出了不必用核的理由。于是，英美两国各自为自己的航母找到了发展路线，并且看起来呢都能够实现其目的。没有更好，只有恰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混钱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太阳日冕层温度高达数十万摄氏度，可即便如此 ，NASA 的帕克太阳探测器却依然穿行期间伸出4根触手，探出一个圣杯，从太阳的眼皮底下薅走羊毛，任性的不要不要的。它就真的不怕被融化吗？它是怎么做到没有被融化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首先讲一个比较反常识的知识，那就是高温并不总是能够把物体加热的。温度和热量本质上呢是2个不同的物理量。温度测量的是粒子运动的剧烈程度，粒子运动的越剧烈呢，温度就越高；粒子运动的越安静，温度则越低，直到绝对0度。而热量测量的是运动粒子所能够传递出来的总的能量的多少。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一颗高速粒子和1亿颗运动速度和前者相同的高速粒子，温度是一样的，但是当它们和别的物体发生碰撞时，传递出去的总的能量呢是不一样的啊。前者只能传递出1份，而后者呢能够传递出1亿份，所以得到的热量就是前者的1亿倍。在太空当中粒子可能以极快的速度来移动，所以温度可能高达数千度。但是太空真的太空嘛，粒子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于是就无法传递太多的能量出去，对物体的实际加热效果呢，其实是很有限的。这种情况呢，正好就是帕克太阳探测器在它飞过的日冕层里面所遇到的了。那里太阳虽然以极高的温度向外抛射粒子，但是这些粒子的密度却很低，实际打在帕克身上的也就更少了。较少的相互作用就带来了较小的热量传递，小到能够让帕克足以撑过与太阳的亲密接触了。这有点像是把手放进温度200度的烤箱和温度100度的开水里面的区别。前者你接触的是空气分子，后者你接触的是密度要大得多的水分子。虽然温度低了1半，但显然能够撑的时间却更短了。好了，那这么说起来，是不是谁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跑到日冕层里面去撒野呢？当然不是啊，即便这里的加热效果再差，但是到达个上千摄氏度还是很轻松的。
为了承受这样的热量啊，特殊的隔热措施依然必不可少。你看帕克头顶上那块光滑的圆角矩形大板子，就是它的隔热罩了。剩下几乎所有的仪器设备呢，都完全躲在了它的阴影里面。由于使用了一种先进的碳复合材料，这块直径2.4米、厚115毫米的板子，前后两面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啊！冲着太阳的那一面可以被加热到大约1400摄氏度，所以除了表面的碳板以外呢，还覆盖上了一层非常薄的，既能反光又能散热的陶瓷涂层了。实际上呢，它们不是一层，也并不光滑，而是好多层多孔粗糙的颗粒状涂层了。为什么要多孔还要粗糙呢？反光的时候不该是平滑连续的才好吗？的确啊，通常是这样的。但考虑到帕克所面临的极端温度，光滑涂层在这里会像玻璃窗户被石头击中那样容易碎掉。而使用多孔材料时，即便裂纹出现，也会在碰到孔隙时被阻断，使涂层的完整性得以保护。另外，交错排列的几层也能让光线在幸运地穿过第一层孔隙后，极大概率被后面一层兜着，无法再继续的深入了。于是来到了隔热罩的背面，温度就只有30摄氏度了。作为正常电器的工作温度而言，可以说是相当舒适啊！而且在帕克身上还分布了好几个非常敏感的温度传感器，一旦姿势不对，漏掉了一点阳光下来，那些探测器呢就会马上知晓，随即启动自控发动机，把自己的头顶重新对准太阳，是一点罪都舍不得让身后的小伙伴们承受啊！可是有些小伙伴是天生就没有享福的命的，比如这个专门用来测量太阳风里面的离子和电子流量以及流动角度的，叫做法拉第杯的仪器了。既然它就是用来兜住太阳粒子的，自然就只能伸出去才能兜得到嘛，这个很好理解啊。所以扛热量的事儿呢，就只能靠它自己了。好在啊，这个设备足够简单，本质上就是一个带电的网而已，所以只要用够耐热的材料来打造它就可以了。结果杯子本身用的是一种耐热达到了2300摄氏度的钼合金制成的，而里面探测粒子的带电网格呢，则用的是连激光都不好加工的钨。好了，还有没有漏掉的？有的啊，既然它要带电，就得要给它供电啊，供电就得靠电线，但是电线，塑料皮里面裹个铜芯，不早就化了吗？所以这个设备里面呢，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东西啦，电缆。你猜科学家最终用了啥？蓝宝石，他们用蓝宝石水晶管来作为电线的绝缘层，而电线本身也换成了极其耐热的泥合金。另外，这伸出隔热罩的4根天线也是用泥合金制成的，它们的目的是测量太阳的磁场。还有一个不那么舒适的设备就是太阳能板了。它需要为整个探测器供电，但是帕克所能够接收到的太阳能随着位置的不同是很不一样的。它围绕着太阳以一个较为狭长的椭圆轨道运行，在远离太阳的那端呢，它需要将2个太阳能板完全伸出，才能够产生足够的电能。而到了靠近太阳的那一端，为了避免被烧掉，它的绝大部分都会缩在隔热罩的阴影里面，只留下尖端的一点点面积就可以了。但是啊，即便只留了这么一点在外面，也需要良好的散热才行。用什么散热呢？你又很难相信啊，科学家竟然用的是水。对了，大约3.7升的水。因为虽然存在着大量的化学制冷剂，但是帕克号电池板暴露的温度范围区间之广呢，也只有水能够 hold 得住了。它在加压后能在0到125摄氏度之间始终保持液态，于是就能够源源不断地将太阳能板的热量带出去，在这里位于隔热罩下方的2片巨大散热片上辐射到太空当中去了。就这样，在一个人类从来不曾想象过的如此近的地方，帕克摸到了太阳，也把全新的数据呢不断地传回地球，让我们的认知向外延展。好了，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比尔盖茨位于西雅图华盛顿湖畔的豪宅，应该算得上是智能家居的天花板了。这座花了他将近6300万美元和7年时间才建成的房子，在智能方面啊，简直是无孔不入啊！比如每个房间都布满了感应式的照明和温控开关，一旦学习了主人的生活习惯之后呢，就会自己进行调节，提前营造出一个舒适的环境。当然，房间的每一处呢，都是可以通过重量感应、机器视觉等等手段，随时了解主人的动态，比如是谁到了这个房间，他走到了房间的哪个位置等等，以便在离他最近的墙上响起他最喜欢的音乐，在离他最近的手边响起打给他的电话，以及呢，让他喜欢的节目跟着他在整座豪宅里面的不同屏幕上亮起。
甚至去豪宅做客的人呢，都可以生成他们专属的身份码，方便智能管家随时为他们服务。哎呀，这样的家，这样的住宅，换作是谁不想拥有呢？不过我刚才介绍的这个天花板是1997年的天花板。在20多年后的今天，上述这样的智能家居，其实人人都能够在家里面体验得到了，不用花7年，也不用花6300万。比如前段时间众筹的小米新品米家智能窗帘伴侣，就是一个即挂即用，让普通窗帘秒变智能窗帘的神器了。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但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容易忘记或者是懒得动窗帘的人。卧室那是没办法涉及到隐私，所以每天晚上都要关上。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天亮了，还要自己去拉开一次，也觉得挺麻烦的而客厅这里的窗帘几乎就是常年打开的，本质上呢，它已经失去了调节室内光线以及软装饰的作用了，有点浪费，对不对？其实市场上也有可以感应光线和遥控操作的智能窗帘，但它们的安装都比较麻烦了。现在很多住进去就是精装的房子，再重新为了窗帘去动装修，付出的成本就有点高了。我家也是这样。而且你说像是租房、租办公室这样的，一是房东不让动，二是动了你未来也带不走，还是很不方便。所以之前我就只有放弃了。但米家的这款智能窗帘伴侣呢，就把我刚才说的痛点都解决掉了。它不用你在装修上做任何的改动，不管你家已经装好的窗帘是什么类型的，罗马杆、U 型轨还是工字轨，都可以快速的挂上就用。配合它独创的自动报警装置，你每次需要做的只是把这个模块简单的挂上去，按2下按钮报警之后，剩下它在轨道上的行程设置呢，不用你再站那么高了，坐下来舒舒服服的在 APP 里面用智能行程设置完成就好了。安全快捷之后带来的是窗帘使用的全新升级，比你呼的一下拉开窗帘优雅多了。当然，既然已经提到了米家的 APP， 那就再多讲2句。你不仅可以通过手机实现多种不同的开合方式，还可以跟家里面的其他智能产品一起联动。假如你也有小爱音响的话，小爱同学，打开窗帘。正在打开。小爱同学，关闭窗帘。另外，记得要把这个光照传感器对着外面我这样做呢，是为了方便给你们展示嘛。然后你就可以享受到日出时窗帘缓缓打开，日落时窗帘缓缓关闭的仿佛简直就是站在人生巅峰的生活了。我数了一下，我家小米的智能家电已经有10几个了，从冰箱到洗衣机，从台灯到窗帘伴侣，从小爱音响到智能除湿机，小米的生态链产品总是在通过创新不断的给我惊喜，也让我能够用很小的成本组成一个大的智能而温馨的家了。所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代战争更是如此。但有的时候知彼它不容易对方的先进武器总是处在严密的防护之下，怎么搞到他的资料呢？去偷去抢吗？美国人说不一定咱还有一招。买。是的，1990年代，美国人就从自己的头号对手俄罗斯手上买到了一枚对自己威胁最大的超音速反舰导弹回来，仔细的去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以确保它对自己不再构成威胁。这个有点无语了吧？他们到底是朋友还是对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奇葩的故事。首先你要知道反舰导弹有一招非常特殊，它叫做掠海飞行。简单说就是尽可能的贴近海面去飞。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为了提高导弹的生存能力。原因有2，一是由于地球表面的曲率和海面上雷达杂波的影响，掠海飞行的导弹呢会更晚才会出现在探测雷达的屏幕上。2是一旦被探测到，它也是以较小的暴露面积出现在防御火力的面前的，也就更不容易被拦截下来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它也有2个问题，一是由于贴得太近，控制不好的话，容易把自己提前给栽进水里面；二是高速气流有可能会引起水花飞溅，模糊了倒影头的视线，也就降低了它的工作效率嘛。怎么办呢？反舰导弹自有办法携带着无线电高度计的它，居然能够自行的评估海况，然后决定要飞多高。它是这么做的测量海浪的波长和波峰的高度，与储存在机体内的海况数据一对比呢，就能够知道海面的情况了。
要是海况为0到2之间，也就是平静的海面的话，那就飞得近一点，通常也就是海面以上5米左右。要是海况为3到5，也就是波涛开始涌现的海面，那就飞得稍微高点，上升到20米左右。真的是相当智能啊！所以你的对手要是有一枚这样的导弹，你说你怕不怕嘛？而且就我们刚才说的那段贴近海面、能够自行评估海况的掠海飞行，还是在超音速的情况下完成的，就不是怕，而是恐惧了。不巧，俄罗斯的 Kh-31A 呢，就是这样的一枚导弹了。其实它最初是在苏联时代就开始开发的。1970年代末期，苏联 ZS 公司呢揽下了一个活，它要开发一款高速的反辐射导弹，目标是追踪并摧毁当时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与防空系统相关的雷达，比如美国陆军的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和美国海军的宙斯盾作战系统。到了1982年，第一枚 Kh-31呢已经准备好了，它成功试射，在满足要求后，最终在1988年正式服役，并在随后的1991年首次公开亮相了。此时呢，它已经有了衍生的版本了。Kh-31P 采用高空飞行，专门用来打雷达 ；Kh-31A 采用掠海模式，专门用来打舰艇。两者都是先使用火箭助推器把自己的速度提升到1.8马赫之后，再开启冲压发动机，以全程超音速的模式抵达目标。高空飞行的 Kh-31P 最高可以飞到3.5马赫的速度，而即便是贴在海面飞行的 Kh-31A 仍然可以达到2.5马赫的速度。优良的性能让它至今仍在使用。好，再说美国人，几乎同一时期，他们就已经在琢磨着怎么防这个玩意儿了。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要防就得要知彼才行。既然对方是一个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我至少也要开发出一个类似的超音速反舰模拟导弹出来，才能够训练我的反导系统不会吃它的亏才行嘛。于是，一个叫做 SLAT 超音速低空目标的研发项目就在美国海军的要求下展开了。这个高速低空飞行的目标将成为测试宙斯盾战斗系统的关键工具。可是美国人怎么都模仿不出来。一开始，他们准备拿一些退役的 RM-8 防空机式舰空导弹来改装作为模拟目标，但是他们的性能实在是有些太拉垮了。作为模拟，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讲呢，都是不够格的。接着，他们专门开发了一款叫做 YAQM-127A 的模拟目标，为了尽可能的接近假想敌的样子，它也是采用火箭加冲压发动机的组合作为推进系统，但是却问题重重啊！从1987年11月到1989年的1月，测试了6次，只成功了1次。在继续又硬撑着测试了2次，但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呢，国会终于忍不住了，叫停了这个项目。于是这个时候海军就尴尬了，他拿什么来当假想敌呢？此时正好是1991年，而1991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解体，俄罗斯严重缺钱。既然缺钱嘛，那就什么都能卖嘛，即使是国防产品也是可以商量的。美国人的眼睛都亮了，此时不少货何时才少货啊？像波音、麦道这样的航空公司呢，纷纷都冲到了俄罗斯，以最好的条件建立了自己的业务。其中当然就有给美国军方夹带的私货了。刚才我们说的那家研发了 Kh-31的 ZS 公司，此时呢也是穷到不行啊。于是麦道看准机会就下手了，游说他说：“哎呀，你看你手上握着这么好的东西，干嘛不高价卖给我们呢？”不，别担心啊，我们不会拿它当武器的。你就把壳子和发动机卖给我们就行了，让我们一起为了人类的和平利用科技，好不好啊 ？ZS 一想，也对啊，我只要把导弹上的弹头和制导系统给拿掉，你拿回去好像也的确干不了什么坏事啊。再说有钱了才能留得住青山，才能不怕没柴烧，才能过下日子，才能熬出头来嘛。卖，于是美国人居然就这样拿到了本来是瞄准了他的武器，并且转过身来利用它训练出了自己的一套护身符。你说讽刺不讽刺嘛？原本这些经过改装改名为 MA-31的模拟飞行器，卖到后来被波音收去，准备至少34台出来。不过由于后来逐渐反应过来的俄罗斯限制了出口，最终只有18台诞生，但18台也就够了啊。美国人的模仿之路呢得以顺利延续，并且看起来它是不会停下的，因为如今不是又有高超音速反舰导弹开始对着它了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